TOC8 国际邀请赛是 CN 赛区在 S11 化中林赛季举办的中外交流赛事，由16名 CN 赛区和16名海外赛区的引领之一知名选手参加。最后决赛中，法国选手 Pastibel 夺冠，亚军是北美赛区的米拉拉选手，季军是 CN 赛区的詹文玉选手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精彩的赛事。在小组赛、半决赛、决赛共计35场的对局中，共出现了66家决斗大师。决斗大师毫无疑问是比赛中的热门阵容。这是我们统计得出了 CN 选手与海外赛区选手的决斗大师平均排名，可以看到差距十分明显。在我看来，其中体现了 CN 选手与海外赛区选手在求胜、求活上的理念差异。我们将分为3部分来阐述：一是装备分配，二是阵容节奏，三是出装思路。首先是装备分配 ，CN 选手会希望做出3件套的2星盲僧质量，而海外赛区选手非常看重奇亚娜这张卡，他们会做出3件套的奇亚娜，盲僧2星前更多是去携带额外的装备，而不会为了1星盲僧去动奇亚娜的星级与装备。这是小组赛中关少爷的选择，他在过渡时拿到了第1张盲僧，一番犹豫后还是卖掉了奇亚娜，将装备替换给盲僧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他会有一个非常强的战士去支撑场面，坏处是盲僧2星前他的场面质量变得非常糟糕，他的轻羽不得不交给1星奇亚娜携带。1星盲僧面对输出与承伤的重任也独木难支。在另一场对局中 ，CN 选手詹文玉也遇到这种尴尬的情景，1星盲僧难堪大任，多余的物理装备给到洛，效果也不明显，最后惜败露娜。我们来看看海外赛区选手的处理 ，Cambiz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2星奇亚娜携带装备，效果是相当不错的。另一场对局中，冠军 Pastibel 也是将战士装集中于奇亚娜。即便2星盲僧也是捡剩余的装备去培养。然后是阵容节奏，由于轻视了奇亚娜的作用 ，CN 选手往往过渡会比较吃力，然后被1星盲僧困在8级。就如小组赛 C 组第3局的可乐选手，原本中期不错的血量，却因为迟迟未能2星盲僧而一掉再掉，哪怕最终在8人口找到2星刀妹，依旧在遇到质量更高的狙神时遗憾离场。而海外赛区选手因为很好的运用了奇亚娜，他们的过渡会相对轻松，更容易找到阵容的上限。就如与可乐同局的米拉拉，1星盲僧2星奇亚娜便能直接升至9人口抽卡，最后更是做到10人口大成。海外赛区选手的做法其实就是在中期建立优势，从而有机会脱离8人口硬抽2星盲僧的桎梏，去提升人口，找到如猴子脚月的2圣贤、洛的4天龙或5仙者的上限。最后是出装思路 ，CN 选手会将决斗大师看作后期阵容。这样一来，一是看重盲僧，装备会优先为盲僧准备；二是会希望靠刀妹承担减抗的重任，从而往往会忽视减抗装在刀妹来之前的重要性。这是几局 CN 选手的回放，可以看到关少爷并没有选择合成轻羽，轻柔在选秀中也是选择了红 buff 而不是轻羽。阿成也没有选择合成薄木，而是合成了盲僧的第3件装备血手。这几局游戏中他们的排名都不太理想。我们再看看海外赛区选手的出装。可以看到 D-Shop 的决斗中，奇亚娜携带了轻羽，同局的 Coco 选手也有薄木盲僧，另一局中的 Double61选手也是有着轻羽小炮的过渡。总而言之，正如开篇所说，求胜还是求活的取舍，决定了 CN 选手与海外赛区选手在使用决斗大师这套阵容时的选择差异。CN 选手会更看重盲僧与刀妹的上限去求胜，而海外赛区选手会更注重奇亚娜与减抗装备的发力期去求活，由奇亚娜携带战士装备以及合成减抗装过渡。或许降低了阵容的上限，但这种思路让他们在阵容大成前过渡的更加舒服，确实有其独到之处。那么本期的内容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观众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